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涅槃只是化成啊，一圣才是究竟啊。这句话听起来很有法味哦，道理也深了一点啊，不过还是可以把它讲得很容易懂。这句话其实已经把真正的佛法讲到它的精髓跟核心思想啊，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法华经》的精神跟思想啊。那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涅槃并不是学佛的终极目标哦，它只是学佛过程中短暂的中途休息站而已啊。佛陀真正希望的是众生能够积极成就一圣佛道，这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啊。所以佛陀认为啊，化成只是短暂的止息疲惫啊，而不是真正的就近的解脱。好，那什么是化成呢？化成就好像我们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开累了，短暂的在那边休息一下而已啦，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嘛。那《法华经》的化成喻品，它是在描述一段遥远又危险的旅程。那这个领队呢，是一个非常老练的向导，对整个地区的情势了如指掌啊。在漫长的这个旅途中呢，有重重危险跟层层关卡降临到这一群人的身上，路还没有走到一半呢，这些人已经感觉到非常疲惫了，感觉说哎呀无法再前进了，很辛苦啊。大家都认为哎呀最好是掉头回家了啦，不要再去了啦。那当这一群人即将放弃之际呢，这位资深的向导就告诉大家了大家只要再继续走一小段的路，很快就会到达目的地的啦。事实上呢，这位向导他明明知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啦，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他运用善巧方便，他用神通变出一座城市出来，然后告诉大家说，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很棒的城市啊，海市蜃楼在那里呀，我们到那边可以休息一下哦，养足精神，恢复体力呀。大家听导游这么一说呢，大家鼓起精神了，继续向那座城市迈进了。抵达之后呢，哇，大家果然能够吃喝洗澡休息直到体力完全恢复为止啊。因为大家在这个城市这个海市蜃楼里面感觉非常的快乐，好像我们在休息站里面吃吃喝喝休息一下，很快乐。因此呢，都想留下来，不愿再踏上艰困的旅程的啦。所以这些人对自己说，哎呀，如果继续走一定会吃更多的苦啦，也会碰到很多的危险啦。那其实走到这里，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也很享受啦。因为他们忘了此行的目的不只是在这座城市享福而已啊，而是要去一座藏着许多宝藏的宝山啊。所以当向导说继续上路的时候继续上路每个人都说不要啦，就让我们留在这里啦，再走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啦，那只会让我们感觉到更疲惫而已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有很多这种学佛的人，因为他们说我已经在修行啦，也感觉到很有成就啦在生活中我也有正念啦，烦恼也减少啦，而且生活也很稳定，我这样很快乐啊，这样就够了那为什么还要去人群中跟那些人碰面打交道呢？而且呢，人群中有些人实在是很难相处啊，那待在自己家里还比较容易，比较没事，比较安全。那有以上这种想法的人，就是把自己困在化成里面的啦。那这位资深的向导就是佛陀佛陀为了安抚大家啦，用神通变出一座化城嘛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休息过后力量恢复了再告诉大家，其实这座化城不是真实的啦，我们的目的地还在前面啦。所以佛陀讲化城，意思就是
短暂的安稳跟止息的意思的。那为什么说涅槃只是化成呢？我们先来解释涅槃这两个字啊。涅槃是佛教里非常核心的概念啊，但是常常被误解成什么死亡或者离开人间的。其实涅槃真正的意思不是死亡，涅槃真正的意思是完全熄灭烦恼，回到清净自在的状态。因此涅槃不是死亡，而是解脱，意义差很大哦。那人生的苦来自三样东西嘛，大家都很清楚嘛，贪嗔痴啊，这三个烦恼像火一样啊，每天烧着我们啊，让我们痛苦焦虑啊。所以当贪嗔痴熄灭了，回到清净的安稳、清安自在，那这个状态就叫做涅槃了。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我们也可以浅尝涅槃的滋味啊，就这个意思嘛，也就是吹熄跟熄灭烦恼的意思啊。那大乘菩萨道认为涅槃不是修行的目的，它只是个化成，也就是说它只是个过程而已啊。因为修大乘法门的人，他就是想救度众生，要救度众生就要入人群啊。那入人群就要面对人跟事的考验啊，因此充满凡夫的人群，充满习气的人群呢，其实就好像污泥一般呐。那莲花不能离开污泥，离开污泥就开不出莲花了嘛。同理，人也是离不开人群的，离开人群就很难成佛了。你看，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啦。所以充满各种凡夫习气的人群，就是修行的道场啊。也因此，对大乘的修行者来讲啊，真正的涅槃是在烦恼中仍然保持自在不染浊啊。他没有排斥烦恼，所以在佛陀的教法中呢，小乘追求的只是涅槃，在短暂的是一种短暂的离苦得安稳啊。小乘是什么？小乘就是声闻跟缘觉啦。那声闻就是听佛说法而开悟的人，缘觉呢，不是靠老师也能自己开悟的人，叫缘觉啦。那声闻简单讲就是什么啊？学生听老师讲课啊，照着老师的方法去实修而正果啊。例如说，佛陀讲四圣谛嘛，苦集灭道啊，知道人生有苦，也知道苦是从烦恼而来，因此努力要断烦恼，最后成就阿罗汉，得到解脱啊，这就是声闻啊。那缘觉又叫做什么？辟支佛跟独觉。简单讲就是他不靠老师，靠自己的研究真理而成为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他们只靠观察世间的兴衰跟生命的生灭，从12因缘中呢，自己就能够悟到了，就能开悟了。换句话说，就是走自我解脱的路，这个叫做缘觉啦。所以声闻跟缘觉共同点是什么？两个都属于二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小乘啊，走的都是偏重在自利，偏重在自己离苦得乐，但不敢发愿去救度众生，入人群去救度众生啊。他们都是以涅槃为修行的终点的。后来大乘佛教就称他们为小乘，也就是自了汉的意思啦。所以小乘的意思就是自己了生脱死，不以度众为主啦。那大乘跟小乘的差别在哪里呢？大乘就是菩萨道的法门，强调的是什么？悲智愿行啊，是发大心立大愿，要留在人间利益人群的，是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而不入涅槃。所以《法华经》里面说二乘是化成，菩萨乘，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乘才是宝所。道理在此也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啦。涅槃只是化成，一乘才是究竟的。
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啊。慈济志工，他不只是让自己平安要把自己照顾好，行有余力还要走入灾区，走入医院、黑暗角落等等，去闻声救苦，去弘法利生这种利他的行动，才是佛陀鼓励我们去走的方向啊。这个就是一佛圣，也就是每一尊佛在成佛之前都必须经历过的《法华经》的法华行，简单讲就是菩萨道啦。所以化成只是行菩萨道过程中的休息站，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了。那涅槃虽然会让我们达到安稳跟离苦，但还不是佛陀的本怀啊。佛陀真正希望我们走的是什么？菩萨道啊，也就是一圣佛道啊，这才是成佛之道啊。其实我们也要了解佛陀最初的教法讲四圣谛啦、八正道啦、三法印啦，以及声闻缘觉等等，这些都是一种善巧方便的教法，目的是要触及那些还没有能力接受一圣法，没有能力接受这种真实法教义的人那佛陀他有能力运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去教化众生像这种种种不同的教法，就是所谓的法门嘛，也就是入法之门嘛。怎么方便呢？用譬喻的方式，讲真实法听不懂，用譬喻的，我们读书会常常讲举个例来讲，就这个意思啦。那佛陀就是能够随心所欲进入任何法门，他能自在又很技巧的运用这些法门来教化众生就好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知道如何以高度的艺术跟技巧来使用词句同样一个道理，他用不同的语言来解释我们所讲的是文词随意其意相通，就这意思嘛。例如同样一个道理对程度高的人，他可以解释得很深；同样对程度浅的人呢，他用很简单的譬喻，刚才讲譬喻，举例来讲，把它说得很浅。所以无论教法是以何种方式出现的，他的究竟之道跟终极目标就是要通往一圣，所以才说会三归一，开三显一。这个一就是指一圣。那佛陀所说的经典中呢，可以说大部分是方便全教啦。我们也可以说每一部经都要从方便法开始说起，最后才走入真实啦。唯一一圣真实法才是佛陀来人世间的本怀最大的目的的意思啦。那佛陀以种种的权巧方便来教化众生这叫开示悟入，这个入就是入人群佛陀希望引领弟子们从声闻缘觉走入菩萨道由二圣三圣走入大圣，透过人群中的人与事的修炼将我们从凡夫的境界带入佛的实境里面去叫做超凡入圣，圣俗合一啦。透过全教去显实教也就是由方便走入真实啦。就好像我们做环保资源那个分类一样大地的环保做到最后走入心地的环保那个就是由方便走入真实啦。所以广行方便法就是要广摄根性不同的芸芸众生让这个触角能够广深度尽所有的人所以大圣的真实法是一部能够运载一切有情众生度生死河达涅槃岸的大型车辆，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大白牛车嘛。《法华经》的第三品譬喻品就是大家熟知的三车火灾的譬喻那佛陀用三车火灾来比喻众生被烦恼之火围困在这个生死的大火里面而佛陀为了引导众生离开火灾就方便宣说三圣法。三圣法就是声闻缘觉菩萨
用这种方式让众生呢愿意从火灾中呢出来啊。那刚刚我们前面讲三车火灾，这个三车就是什么？羊车、鹿车、牛车。羊车就是指什么？声闻乘啊。鹿车是指什么？缘觉乘啊。牛车就是指菩萨乘啊。等众生离开火灾之后呢，佛陀并没有给三种车哦，而是通通给最大最好的大白牛车啊。这个大白牛车就象征一圣佛道，有这是成佛之道啦。总而言之啦，三车只是方便的，大白牛车才是究竟的，一圣才是佛的本意啦。所以有一个道理我们也要很清楚，《法华经》讲一圣，就是要破除我们大小优劣高下的分别心啊。佛陀开讲《法华经》之后呢，就不再用大圣或小圣了，而是通通称为一佛圣啊。因为用小圣这个词啊，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贬义的味道哦，我们的大你的小，对不对啊？所以讲一圣比较圆融了。然而我们对大圣论心跟小圣论事这个道理还是要有所了解哦。我们曾经有解释过这句话了哦。大圣论心不论事，小圣论事不论心。这个论心不论事，就是关注自己的心有没有照顾好，而不是很在意事情有没有做好而已啊。那论事不论心，就是说只在意事情有没有做好，活动有没有办好，只注意那个结果，就不注意那个因果了。对，都不去关心自己的心有没有照顾好了啊。好，所以一个是大乘法门，一个是小乘法门，一个论心，一个论事啊。一个是大白牛车，一个是小羊车跟小鹿车啊，两者之间有它的差异性啊。那大圣不论事，因为他论心嘛。那大圣不论事，不是说修大乘法门的人不做事不管事，而是在做事的时候呢，他不会落入事项，他知道做事只是过程而已，这个是个化成而已。也就是说，他不会去刻意啊，谁做的好不好啦，谁做的有缺失啦，他不会注意这件事情的，看到他也不会去讲，心里有数就好哦。那小圣不论心，不是说修小圣法门的人做事就不用心不专心了，不是太注意事情的外相跟表象了，而忽略了照顾好自己跟别人的道心了。所以在修行团体中，做人跟做事都很重要。强调的是人圆事圆，理才会圆呐，这样做人才会圆满呐。所以佛陀讲经说法49年，前面42年讲的都是三圣，那只是方便法门呐，目的是要把众生从火灾中引出来啊，先从火灾中救出来再讲。最后7年的开始讲什么？一圣真实法。那正言上人都觉得有点太迟的啦。最后7年才讲真知法，有点太慢了因为圣严上人讲一圣真知法已经讲了一甲子了，60年了。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不是吗？灾难救不完啊，众生渡不完啊，外道邪说一大堆啊，因此才会有感而发的说，佛陀最后7年才开讲菩萨道精神的《法华经》，有一点太迟的啦。正言上人带领全球慈济人推动志业的过程中，去走入人群，借势练心，借境修心，一念心转万境转，从转念跟转境中，进而转业跟转运而改变一生啊！不但拯救了很多破碎的家庭也改变了很多误入歧途的逆子，如今成为导正社会风气的浊世清流。更是祥和社会的中流砥柱啊！很多慈济志工从入人群的方便中，继而深入经藏，将所行的人间路与菩萨道衔接起来啊！这样子的巧妙搭配的行经的过程中呢，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价值观所以《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子讲：佛说过去世，
无量灭度佛，安住方便中，一皆说是法。现在未来佛，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演说如是法。经文很深的，不容易懂了。我们用简单的解释，这句经文其中提到方便跟法，其实指的就是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也不离方便呐。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不离佛法，意思是一样的啊。虽然讲大乘真实法，但还是要从方便法去切入啊，还是要有方便施设啊，要通权达变，善巧运用啊。目标就是要达到真实的这个结果啦。啊，就好像我们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样嘛。要成就事情，也是要用对方法，用对工具啊，道理是一样的啦。方法用得好，用得对，那就是妙法；用得不对，用得不好，即使是大法也没办法啦。所以，把一乘真实法用在医院中，也是一种妙法。现在全台湾啊，有8间慈济医院呐，每一间都有人文的温馨情境的。这种人文气息，也要靠修炼一乘真实法的人，也就是慈济志工，跟有人文精神跟爱心的医护同仁一起来营造跟呈现，才有办法啊。那这个人文精神就是源自于净思法脉，而净思法脉也是源自于一乘真实法。把这个真实法落实在医院中，也是一种妙法。不止在医院啊，其他包括慈济的幼教啦、中小学啦、慈济大学啦，甚至慈济所有的勘灾、赈灾，所有的慈济活动，甚至义卖、义演、义唱都好。大爱电视台里面也是蕴藏着净思法脉啊，而人文精神就是净思法脉。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也才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这个门道就是菩萨道的一乘真实法，在现实生活中淋漓尽致的怎么显现出来。但是你要内行，你才看得到，因为你外行只能看热闹啊。这个才是佛法生活化的究竟之道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涅槃是化成，一乘是究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